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取得成果第二个是江苏90后女辅警和9名官员的绯闻和刑期那我们来讲，一个是严肃的国际话题，另外一个是绯闻这个绯闻我其实有点犹豫，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因为它能够反映中国现在官场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案情来了解中国当代中国这个官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先说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那么星期五上午视频举行，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参加这次视频会议这个视频峰会呢，就原来以为这个峰会是一个大家展示立场表达政治诉求的一个场合，但是其实不是其实它还是会有具体的成果。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讲这个拜登取得了成果，取得什么成果我们后面讲拜登在会议上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美国致力于与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合作，实现地区稳定这是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下他的期望那么印度总理莫迪说，四方安全对话已经成熟现在仍然是印太地区稳定的重要的支柱，以民主价值观以及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团结在一起。他说，峰会的议程涵盖了武汉肺炎疫苗、气候变迁、新兴科技等领域，让四方安全对话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力量莫迪还说，四方安全对话四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合作，以促进共同的价值和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印太地区这个话讲得非常的到位那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它达到的效果是这样那四方对话机制呢，它已经传出来的消息是这样，四方对话4个国家正在安排一个全球疫苗研制、生产、配送的机制，为整个印太地区提供疫苗，对抗中国和俄国的疫苗外交这就看出它的政治性来了那么这个机制是怎样的机制呢？就是疫苗在美国研制在印度制造，然后由美国和日本进行资助，然后由澳洲支持的一个这样的架构那么然后在印度就大量生产，再把疫苗deliver 叫分发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各国那么现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讨论了很多方案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由美国和日本还有澳洲这3个国家组成一个财团或者是一个基金，然后资助印度生产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然后或者向印度采购疫苗，然后分发到各国去特别是印太地区开发中的小国那么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复苏那么创建一个疫苗生产配送的架构，被视为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要的成果，并且加强什么呢？加强印度成为世界药房的地位这是帮助印度在这个拓展它的发展并且担任全球卫生健康供应链中的关键的角色。因为在这次疫情当中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在卫生安全供应链上面的这个担任的这个角色非常的不安大家应该还记得口罩事件那么印度的血清研究所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制药和疫苗生产公司啊，那么目前正在生产牛津大学和那个阿斯利康药厂研发的这个疫苗啊，它现在在生产这个。另外呢，这个美国辉瑞和那个 BioNTech 就是德国的 BioNTech，他们联合的这个疫苗，还有强生集团啊，Moderna 公司啊，都在考虑把他们的疫苗拿到印度去生产，因为印度有很大的产量啊，它有很大的这种疫苗生产能力。美国官员说啊，这个美国并没有疫苗出口的限制，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人能够接种安全和有效的新冠疫苗，有多余的疫苗将会出口到需要的国家啊。但现在的挑战主要是如何生产足够的疫苗，并且把它运到各个国家去啊。所以美国将会和盟友合作，像印度本身已经有生产能力，并且出口安全有效的疫苗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2007年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啊创立，当时只有这个外交部长或者是工作层面的这个会议啊，然后这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一次有领导人峰会啊。那么可见这4个国家认为他们都需要啊把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期望这个四方安全机制会变成一个亚太小北约一个这样的角色啊。那么今天除了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这个4个国家的领袖之外，美国方面那这个阵容鼎盛啊，副总理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兹啊，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啊，白宫南亚事务资深主任古哈啊，这阵容鼎盛啊，说明这个拜登政府对这次峰会的重视。那么这次峰会涉及的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疫情后经济恢复的工作啊。第二个，气候变化，这是拜登总统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然后是经济合作，包括什么呢？包括弹性的供应链啊，这弹性的供应链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啊。然后是新兴和关键技术啊，还有就是海上安全和全球区域安全问题啊，然后就是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合作主题。和中国有关的议题包括 5G 啊、华为啊、海洋航行安全。然后这次峰会还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讨论了一个稀土供应链的问题啊，主要是要摆脱中国的控制啊。那么四国安全对话峰会进行的同时，他们就成立了一系列的工作组啊，来直接解决提供研究各个议题上的方案啊。那么大概是这样啊。这次峰会，今天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是这样说的啊，说拜登政府几乎跟每一个亚洲和欧洲国家交流过各国手上关于中国的资料啊，并且沟通了针对中国的看法。然后就是这个阿拉斯加马上要进行下个星期要进行这个2+2的会晤，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与这个杨洁篪和王毅的会晤啊，18号、19号2天时间啊。那么白宫的官员说中方提出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首先会对中方提出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还有这个疫情复苏努力等等。
然后会清楚并直接的强调，包括香港、包括台湾、包括新疆等议题啊，还有就是中国这个对澳洲实施经济压迫等关切的议题为什么会澳洲澳洲当然是因为四方峰会嘛，四方峰会都是一起的嘛，对不对？他总要帮个忙嘛那么，美国国务院3月11号傍晚，发出了这个布林肯国务卿的声明，谴责中国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是对香港自治的直接攻击，也违反了这个基本法这是布林肯谴责中国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然后今天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政府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表示严重的关注。然后声明说，北京修改香港选举法的决定，强烈的显示中国大陆当局执意要消灭香港的异议声音和观点。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主管一致呼吁，中国尊重香港的自由与自治，并停止镇压香港民主派人士然后是今天这个美国驻联合国临时代办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我们谴责中国虐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行为，包括在新疆犯下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以及在新疆实施严格的限制那么英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使也说，我们深切的关注在新疆发生的广泛而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其中包括可信的有关强制劳动和强迫劫狱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动作反映什么？反映了西方国家开始当然这一段时间包括欧盟也发表声明都在发表声明谴责发生在新疆、西藏这个香港这一系列的事件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反映了拜登政府人权战略的其中一个步骤那么布林肯在他的记者会上讲得很清楚他们会把人权和民主置于美国的对外战略的核心这就是核心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政治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大家不要以为仅仅是政治上施加压力，它其实后面会连带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的主题就是讲到就是对华为的这个动作就是收紧华为 5G 配件的这个采购就是也就意味着华为采购不到这个 5G 关键的配件，包括芯片、包括天线、包括电池等那么今天呢，拜登政府点名5家中国电信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联邦通讯委员会下属的公共和国土安全局今天发表声明，点名华为、中兴通讯在内的这个还有什么海能达、海康威视还有大华这5家中国公司的通讯设备和服务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后就是这个局长公共和国土安全局代理主席罗森沃塞尔在声明中说，这些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那这个名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指导，确保下一代网络在全国各地的建立不会重蹈覆辙，不会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和服务就是等于就是这5家公司大家就不要用了，就这个意思我们又把时间过于乐观了
那我们就还是讲一下这个江苏90啊，我们这个主题就讲完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这个领袖峰会啊，这个内容就是有具体的成果，而且你可以看出来，这四方峰会的各方都非常非常期望让这个机制变成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安全架构啊。那么这个机制，我相信未来会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今天呢，就是90后的女辅警出了什么情况啊？这个情况最近就在网上闹得很厉害啊。我讲讲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啊。连云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连云港啊，江苏连云港，叫灌南县啊。灌南县有一个90后的女辅警，5年之间和9名官员发生了关系啊，发生了性关系啊。那么后来呢，当地的法院就是灌南县法院，就以这个敲诈勒索罪判了他13年，还罚500万啊！又说他什么呢？说他用这种关系来敲诈这9名官员，得到了372万。然后他这个判决书一公布，因为现在法院的判决书是要上网，舆群沸腾啊，这骂得够呛，说这个网民一片骂声，当即警方赶紧就撤掉这个判决书，删帖，到处在删帖。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去年12月，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12月，江苏省灌南县法院一审认定，那么这个连云港公安局海州分局辅警许燕，这个90后的名字叫许燕，在2014年3月到2019年4月期间啊，和多名公职人员发生两性关系啊，然后以这个购房、怀孕、分手补偿以及家人得知后闹事为由啊，敲诈勒索这9个人372.6万啊。那么就判了他多少呢？判了他这个13年徒刑啊。那么当然13年徒刑啊，很长啊。那么涉案的9个人有4个人来自连云港公安系统，包括谁呢？包括连云港公安局海州分局的副局长，公安局的副局长，然后灌云县公安局的副局长，然后2名派出所所长，还有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卫生院副院长、小学校长等啊。那么到了3月12号，灌云县县委宣传部通报啊，经与纪委监察部门核实，该县涉案的7名公职人员已经于2019年底分别受到了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党纪处分。然后是灌南县法院表示，撤回判决书是因为当事人提出了上诉。目前该案正在2审审理，1审判决书尚未生效。那么这个判决书怎么说呢？这个26岁，许燕是26岁啊，是灌云县人，大专文化啊，是海州分局的连云港公安局海州分局的辅警，然后就是在19年的7月26号被捕啊。那么然后就在2020年12月17号不公开审理此案啊，就没有公开审理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公开审理此案。然后就是指控啊，这指控是一样的啊，
好，那么然后就有记者发现啊，这各个人就把这些人全部都被找出来了。找出来是谁呢？一个是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副局长刘向兵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啊，具体的案情我们就不说了啊。就现在比较啊，这里面就有问题啊，就有什么问题？敲诈勒索，敲诈勒索。现在讨论这个网上骂的最多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许愿是怎么被捕的？你想一下，他是灌云县的检察院提起公诉，灌云县检察院提起公诉，那你必须要有人报警，你才能够去立案，去抓他，去调查，对吗？现在的问题是谁报的警？这9名公务员不是说他们已经害怕的话，他怎么去构成？就是这件事情怎么立的案？这是一个在网上骂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啊。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这9个人都没有立案，可能是内部的私相授受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敲诈勒索的罪名。敲诈勒索罪名呢，有2个构成的要件。第一个是使用暴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手段，另一个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啊。然后呢，现在的法律界指出啊，律师指出，法官是没有减轻处罚权的，除非被告人有法定减轻案情，比如说未成年、精神病、自首等缓解啊。那么他现在对他判了多少年呢？判了，理论上来说呢，应该判的是叫什么？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规定，那么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或者是特别严重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罚金啊。那这里面他就罚了多少呢？他就罚了500万啊，然后判了13年啊。这个案情呢就非常的不合理啊，就是你想一下，他是一个26岁的辅警，他面对的9个官员都是站岗位上的官员啊，那么用这种刑罚来判他，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法院在帮助这些官员啊，这是网上议论的最多的情况。那你看一下啊，我们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什么呢？当年四川有个案子啊，也是没有这么夸张啊。那么大概我印象中大概是5个官员啊，这个已经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就有一个女生啊，搞定了9个官员啊，9个官员，而且这个涉及的金额达到376万。这些官员包括什么哈？包括这个公安系统啊，这是公安系统的官员啊，你看啊，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啊，一个是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啊，2个是派出所的所长啊，等等啊，这一系列就是公安系统。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来看一下你看海州分局的副局长，灌云县公安局的副局长，2个派出所的所长，这个妇幼保健院的工会主席，
卫生院的副院长、小学校长9个人。这就是中国官场现在的风气啊，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像这种基层啊，这都是基层单位，基层单位的这种官员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其实这些落马，其实这7个人已经落马，其中7个人已经被撤职了啊，被撤职。这7个撤职的人呢，并非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案件。有些还是因为其他的案件啊，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风气，一个辅警就搞定了这么多人，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形，好吧？那么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我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好吗？啊，那我们今天，很抱歉，因为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准备的时间有点仓促，所以我们就晚了一些。那么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啊，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明谢小粉红 SWA， 谢谢，请王老师喝单丛茶哦，谢谢。提问：四方会谈的其他3方都是把中国视为战略威胁的，他们的立场会对拜登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影响？四方对话核心还是美国啊，美国是牵头的啊，美国是牵头的呢，当然美国是要。我们讲这就是美国很典型的叫政治杠杆，就是说他要达到一个政治目标，他不一个人做，他建立一条战线啊，让他的盟友参加进来以后，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就用大家的力量一起去达至一个目标，这就是个杠杆。杠杆就是用一个小的力量推动一个大的结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他要有更坚定的立场，才能带动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可是你又建立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如果是安全对话的话，怎么是竞争关系呢？我也这样，我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认为把中国和中国的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是不对的啊，不准确的，至少是观点。每次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 ，CCP 的回应不是强调自己的社会体制不同，就是蛮横的高调攻击西方国家中的一些人权问题，一副典型的流氓嘴脸。情绪，我看了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体制内的党员怎么都那么有钱？这些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应该好好查查？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查了吧。所以有些已经9个不是7个已经落马了啊。情况我发现中国男生一方面见了女生特别害羞，不敢搭讪，一方面特别喜欢嫖娼。我在澳洲一半的妓院是华人开的，还有各种中文嫖娼私中网站，还有华人找对象也很畸形。澳洲很多华人矿工在国内农民工身份，移民澳洲以后就把老婆换了，而且就喜欢女学生和女老师，都娶了新欢。喜欢女学生和女老师OK， 好吧。找对象畸形吗？你觉得这样对畸形吗？这叫畸形吗？人往高处走嘛，总是希望更好的嘛，是不是啊？情况我认为几个在读的大学生，他们在写论文时，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韩文，再从韩文翻译回来，这样查重完全查不出来。他们说这个在大学里很流行的技巧
OK， 观点，所有人都在说奥巴马对中共比较软弱啊，那么但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组织合作协议，如果川普继续待在里面，可能那个组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不认为单打独斗能让美国击败中国。TPP， 你说的是 TPP 啊？TPP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联盟形式啊。那只不过呢，很可惜拜登上来就退出了 TPP 啊。那么 TPP 现在变成了 PCTPP 啊。那美国是不是应该重返 TCPPP 呢？我认为应该的啊，应该的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领域，美国在整个的印太地区是个空白，而中国已经有 RCEP 啊，中国已经有一个 RCEP 平台在这里。RCEP 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自贸区，然后中国又跟欧洲签订了中欧投资协定，其实也是一个自贸区。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中国加入了 RCEP， 这一头又有中欧投资协定，美国什么都没有，光着的，所以美国其实在这个领域是落后了的啊，所以他应该重返这个领域啊。刚才这个网友说中国的男生看见女生很害羞，不敢搭讪，这又说他这个很多矿工、农民工身份跑到澳洲就把老婆换了。我再说一下吧，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看到的这个澳洲的这个现象，其实不仅仅澳洲在发生啊，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啊，就是说有这种嫖娼的问题啊，有嫖娼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或者是其他的人不喜欢这样？不是的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啊，这种现象都是有的，只不过呢，在中国的人群当中，这件事情呢，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啊。那么中国人讲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做基本上就是那句话叫说一套做一套啊。在这个问题上，在关于这个嫖娼这个问题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找对象很畸形啊，找对象很畸形。很多人把老婆都换了，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的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啊？就是说，有一些人啊是矿工啊，你把它说成在中国就是农民工身份啊，然后到了澳洲就把老婆换了啊，那么还喜欢女学生跟女老师啊，他不可以吗？啊，我的问题是，他不可以吗？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啊，不能因为他是矿工或者你说的农民工，他就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啊？这是我的看法啊。观点：中共对于抽大麻的艺人是零容忍，但是对于当小三的艺人，居然可以开节目邀请上台分享，这就是共产党的价值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以我没办法评价啊。提问：四方会谈之后，中共会不会对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三方有所制裁？毕竟中共一向是欺软怕硬啊。中共可以制裁吗？中共三方一个是日本啊，日本他制裁不了吧？啊，日本制裁不了吧？啊，印度跟他刚刚在边界发生冲突，
澳洲美刚刚发生啊，所以中共会不会制裁另外三方？我不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啊。他制裁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啊，那你就不买他的澳洲煤呗，那后果不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吗？啊，所以我不觉得有这样的条件啊。观点：最近美国的热点新闻是纽约州州长库莫对不同女性的性骚扰事件。在西方社会，一个人的个人的名誉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公职人员来说，有了污点，一辈子很难洗清。在中国，官员出事以后，往往是内部处理，被清算的人，也就是那些站错队的人。所以我就说，中国的事情就是叫什么？叫说一套做一套啊。情况，听众对于警察的想象力似乎还不够。过去曾经有个公安局长密会通缉犯，而这个通缉犯曾经是美在某城的优胜者。其后的事情更复杂，足以拍个电影。OK， 提问：国际组织只口头警告中国破坏一国两制，但中国的态度还是一样，和做了的事都做了。国际组织怎样阻止中国破坏一国两制？这是个好问题。那无论是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包括我们讲七国集团也好，他们都发表这种声明。那么发表这个声明，谴责中国破坏一国两制。那么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毫无疑问，中国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全世界都这么看你，那你政治上付出代价。那么政治上付出代价是什么意思呢？政治上付出代价就是说，它会影响很多的事情的后果，这些后果有些会明显，有些不明显。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欧盟。欧盟现在正在审查什么呢？欧洲议会正在审查中欧投资协定正在审查这个欧洲投资协定。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香港议题，比如说这个新疆议题，比如说台湾议题等等，这些议题不断的在发酵，那么欧洲议会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欧洲议会的议员他是有民意基础的是欧洲投票选出来的那么这些议员就会觉得，我这个时候要是同意你这个协定的话，我可能在政治上站不住脚。那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协定在欧洲议会过不去。如果这个协定在欧洲议会过不去，那你过去6年时间，中国跟欧盟就白干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后果，它会有这样的后果。什么叫政治影响？政治影响就是大家要知道，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盟、包括英国等等，这西方国家它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意。这个民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刚才讲，这些政治事件都会影响民意，而民意会改变什么？会改变政府的取向。所以你可以看，最近德国外长马斯非常强硬，在一系列事情上出来表态，包括新疆问题，包括香港问题等，他都出来表态。马斯你想一下，就是半年前马斯出来的态度是另外一个模样就是你在马斯嘴里找不到中国的不字，没有这回事。但是你看现在马斯的态度完全不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影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政治影响呢又不了了之就不了了之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政治影响没有找到落脚点。你比如说，当前有几个落脚点，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中欧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这是一个落脚点。还有一个落脚点是什么？还有一个落脚点就是明年的冬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另外一个落脚点。如果这些事件，包括香港的，包括新疆的，包括西藏的，甚至包括蒙古的，这些的事件不断的发酵到一个高度，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
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那明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就会有影响。这个影响大家，所以我们讲的政治影响，它可以变成一个发酵成为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有的时候这个具体结果会等很久以后才会见到，因为它这个政治影响需要找到一个落脚点，好吧，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啊。观点，其实国内官员很累，虽然权力很甚大，却总有上级压迫。简单的说，是在奴隶和奴才这两个角色中变换，每个官都不干净，一切都不敢公开，暗箱操作，人人没有安全感，官员尤其没有啊。现在有个话叫什么？叫这个官不聊生啊。官不聊生的原因是什么？官不聊生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啊，没有展开讲。中国的官场有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上，就是他的上司会决定他的一切。这是中国的官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的上级可以让你生不如死，也可以让你这个快活无比啊。前提是你是他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所以中国官场这是一个最要命的东西，就是你的上司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官场呢就没有干净的，都不干净，你还不能干净，为什么？你要是干净了，其他官员绝对不安全，因为他不干净，大家都不干净，结果中间有一个干净的，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会是个祸害？他要是告取状来，大家都完蛋。所以如果大家发现其中有一个是干净的，那这个人就会倒霉。所以呢，这就是变成一个大染缸啊，所以就是一个染缸文化，你所有人都得，就是说都得干坏事，而且你得向你的上司表明你干了坏事，然后把把柄拿到他手里去，你才会是安全的，否则你反而不安全。但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假如你的上司完蛋了，或者你跟的这个人完蛋了，你也会完蛋，因为他把你一咬，你就完蛋了。所以这就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中国的官员，中国的官场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所有人都不安全。就是我往这一坐，我有个位置往这一坐，我底下的人我也得防着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咬我。那底下的人把他的把柄全交到我手里，我心里还踏实一点。如果底下的人有一个没有把柄在我手里，哪一天他把我咬了，那我也不安全。所以呢，我也得把它清掉。所以基本上这个官场的文化就是比烂，谁比谁烂，越烂越坏，你越能活。你如果是洁身自好，那你就完蛋了，就是这样。所以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应该考公务员，我也不好说啊。但是你要知道，中国官场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你愿不愿意变成一个这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选择啊，这是很重要的选择。观点，现在无论对香港和缅甸的独裁行为，美国政府的态度不够坚决，以至于盟友们拿不定主意。希望下一步美国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高举民主价值观的气质，民主价值观才能再次崛起，否则只有美国才能担当，毕竟只有美国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啊，非常正确。观点，其实并不是中国男生缅甸，而是在婚恋市场上，亚洲男性的地位是最低的，排在黑人之后，在鄙视链的最底端，而亚洲女性在婚恋市场上几乎与白人女性平起平坐，坐在最顶端。客观事实是逼得很多中国男性只能去嫖，他们只有靠身份回国才会有些市场，所以找年轻的学生或者老师就不奇怪了。OK， 是这样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是这样吗？其他的网友有没有意见？
是中国的男生在鄙视链最底端吗？中国男生这么亚洲男性这么惨啊？哦，这个我还不知道啊。我们网友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发一点上来给我们参考一下，好不好？情况坐标加拿大，朋友说很多老外都是穷人，但他没有考虑到的是，能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他这么评价，老外，我觉得很不公平。OK，观点，所有人都在说奥巴马对中共比较软弱，但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组织合作协议，如果这个我们刚才念过了啊。情况，在北京海淀区做餐饮行业，收到通知，由于片区打疫苗率过低，要求所有企业员工必须打疫苗，否则不让上岗。OK， 情况，中国的数据不反映真实情况。根据美国公布的贸易数据，2020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18年的赤字是4189亿美元，19年为3452亿，20年为3106亿，21年对美贸易顺差也没有声称增长近70%。20年1月为216亿美元，21年1月为272亿，今年春节在2月有利因素下，顺差也只小幅增长。美国的数据我还没看到。20年是3106亿啊，这是美国的数据是吗？我查一下啊，我查完之后我再来回你好吗？情况，中国山寨大厂众泰汽车母公司铁牛集团负债750亿人民币，负债累累，资不抵债。去年12月23日被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组程序，宣告破产。众泰汽车负债142亿，2019年亏损111亿，去年上半年仅生产了574辆，已经积欠员工薪资1年多。OK， 好，明谢，曲优，谢谢祝王老师周末愉快，谢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王老师今天很帅，一天2个长节目，没有超人的意志无法坚持，谢谢啊。我换了个眼镜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之前那个眼镜经常往下掉啊，那我觉得要换一个眼镜不掉的眼镜啊。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尽量的给大家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啊，就是展现给大家。因为在我来说呢，我是一个个人组织的节目，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我的节目，包括我的身体状况，包括我的一些个人的生活安排都会影响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睡眠不好会影响我的状态，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有很多的新闻，可是我就是一个人，我没忙过来。我比如说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新闻，那我每条新闻我都要看一遍，因为我不想漏掉。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准备一些，我要看更多的内容，因为我们会有互动环节。那么如果大量的大家网友提到的新闻我都没有看到的话，那我就会没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看新闻，那就会影响我的新闻制作的进程。那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啊，今天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内容，我们会影响我啊。那么所以我尽量的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并且把这时间安排好，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又会不尽人意的地方啊，所以请大家理解好吗？观点，这种婚恋市场所谓的排位就有歧视嫌疑，这是大陆出生的人普遍的看法。第二代华人往往没有这种想法。OK， 提问：四方会谈是否会扩容？例如之后加入韩国、台湾、新加坡这类亚洲发达，同时
又高度依赖美国军事协助的国家，从而对中共在亚太的扩张或者在地缘政治、科技形成广泛的制约和压力。毕竟欧洲和美国都太远，中共不可能直接威胁到欧美的本土，但是亚太地区就直接面对中共扩张的威胁，从而有更广泛的合作基础。我觉得，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现在有4个国家，这4个国家都是，你可以看一下啊，这4个国家都是不同方向的国家，而且都是比较大的国家，不是小国，都是大的国家，是可以依赖和支撑的一个国家。所以这4个国家先形成一个核心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扩展是肯定会的，我相信一定会扩展啊。那只是按照什么样的，首先它会变成什么？之前有人说这会变成亚洲小北约啊，北约是什么？北约是军事同盟。那么四方安全机制会不会变成军事同盟呢？安全嘛，既然是安全对话、安全机制，那肯定军事上的合作是第一位的，因为他们每年都会进行军事演习啊，军事演习其实是安全对话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它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它还没有定型啊，各种可能性都有，军事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是地缘政治上的，或者是经济层面的，都会有发展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性，没有限制。核心的问题是2点，第一点，参与这个机制的4个国家，他们有什么样的意愿？第二个，美国想把这个机制往哪个方向推动？主要核心是这2个，然后其他国家有没有加入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强不强烈？这个需求强不强烈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建议王老师在新闻准备的过程中做一份新闻简报，其内容是王老师认为重要的新闻，王老师直播内容则是简报中的1-2个重要部分，那会更大，那个会更庞大啊。我之前试过，就是我认为的若干条重要的新闻，我把它准备下来。准备下来之后呢，然后就播报一下，然后再讲我们的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是我还没有具体的想好，因为有的时候会很多，一天好多，有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多啊。我再想想，我会慢慢的完善我们的节目的形式啊。情况很明显的现象是，白男配亚女的很多，而白女配亚男的很少很少，包括2代啊，为什么呢？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亚男都娶了谁呢？对吧？你现在是白男配亚女的很多，那好了，那等于就是亚男配亚女肯定是不够了，因为你很多白男配了亚女，那白男都在亚男都在打光棍吗？不可能吧，他得娶妻生子啊，那亚女都配哪去了呢？这个是个问题啊。情况给王老师提个建议，就是王老师应该在简介告诉大家会员价是 4.99 元，我用手机看油管一直显示会员价是 6.99 元，而简介会员链接不可复制，最好改进一下。我在这里特别的说明一下，大家尽量的在电脑上订阅我们的会员，如果用手机订阅，就是用手机 APP， 就手机里面的 APP 订阅，那么苹果呢就要收 30%， 我印象中 30% 啊，那么收 30%， 就我们的价格就会变成 6.99， 那 4.99 其实就是5美元，然后它就变成了7美元，7美元多出来的钱是苹果收的钱，
所以这一块是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我就建议大家呢，所有的会员呢，你们尽量干什么呢？尽量的不要在手机上加入我们的会员，尽量的在这个电脑的这个网页上加入会员，就没有这块费用，好吗？我回头我会再说明，在这个介绍里面说明一下，好吧？亚男回国找，亚男是吗？是这样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